2025年10月21日 ，OpenAI 放出了一個重磅消息 ：ChatGPT Atlas 瀏覽器正式上線了。你可能會想，不就是個瀏覽器嘛，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問題是，這個瀏覽器的目標用戶是 ChatGPT 那4億週活躍用戶。4億啊，相當於全球每20個人裡就有一個在用 ChatGPT。現在他們要把這些人都拉到自己的瀏覽器上來，你說 Google 慌不慌？ Chrome 現在佔據了全球2/3的瀏覽器市場份額，有超過30億用戶。但這個數字背後藏着個更大的秘密。Chrome 是 Google 廣告業務的核心支柱，而廣告收入佔了 Alphabet 總收入的將近3/4。想想看，你每次在 Chrome 裡搜索什麼東西， Google 不僅知道你在找什麼，還能精準地給你推送廣告。這就是為什麼 OpenAI 要做自己的瀏覽器，他們要的也是這個。不過 OpenAI 這次倒是學聰明了。Atlas 是建立在 ChatGPT 基礎上的，它的核心理念是把 AI 助手直接嵌入瀏覽器窗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在任何網頁上 ChatGPT 都能理解你在幹什麼，然後幫你完成任務，不用你來回複製粘貼。它還有一個叫瀏覽器記憶的功能，可以記住你訪問過的網站內容。比如你上周看了一堆招聘崗位，現在你可以問他幫我總結一下我上周看的那些職位的行業趨勢，他就能給你整理出來。這個記憶功能完全可選，你隨時可以刪除，刪了瀏覽歷史相關的記憶也就沒了。更厲害的是 Atlas 的代理模式 Agent Mode， 這個功能只對 Plus Pro 和商業版用戶開放。代理模式是什麼概念呢？就是 AI 能夠自己去網頁上點擊、滾動、輸入文字，幫你完成各種重複性的任務，訂雜貨、填表格、訂餐廳，只要是那些你覺得煩人的網上雜事，扔給它就行了。但 OpenAI 也留了個安全閥，涉及到登錄、支付這些敏感信息的時候，它會主動讓你接管。畢竟誰也不想看到 AI 自己把你的信用卡刷爆了，對吧？Atlas 目前只在 Mac 上線 ，Sam Altman 在直播裡說，他們想盡快把它帶到 Windows 和移動設備上。而且 OpenAI 還玩了個小心機，如果你把 Atlas 設成默認瀏覽器，你的 ChatGPT 數據限額能增加7天。這招夠直接的，就是要讓你把它當主力瀏覽器用。說到技術原理 ，Atlas 其實是建立在 Chromium 上的。Chromium 是什麼？就是 Chrome 的開源內核，微軟的 Edge、Opera 這些瀏覽器用的都是這個。這就有意思了。OpenAI 用着 Google 的開源代碼，然後反手就要挖 Google 的牆角。OpenAI 之所以要自己做瀏覽器，而不是做個插件，就是為了能更好地控制能收集到的數據。這話說得很直白，就是要用戶數據。去年 OpenAI 還挖走了2個 Google 的老員工，都是當年開發 Chrome 的核心成員。你細品這個操作。而且今年4月的時候 ，OpenAI 的一個高管在作證時還說，如果反壟斷執法機構真的逼 Google 賣掉 Chrome， 他們有興趣買。現在看來，人家早就盤算好了，買不到就自己造一個。那 Google 這邊呢，他們的反擊策略就很有意思了，走的是2步棋。第一步是9月18日 ，Google 宣布要把 Gemini AI 直接整合進 Chrome 裡。這個整合可不是簡單的加個聊天框那麼簡單。Gemini in Chrome 能跨多個標籤頁工作，幫你比較和總結不同網站的信息。比如你在計劃旅行、機票、酒店、活動分散在好幾個標籤裡 ，Gemini 能幫你把這些整合成一個行程表。它還能做代理式瀏覽，幫你預約理髮、訂雜貨這些事。注意，這個功能跟 OpenAI 的代理模式是對着幹的。更絕的是，你可以直接在地址欄用 AI Mode。什麼是 AI Mode？ 就是你可以問那種特別複雜、特別長的問題，然後 AI 會給你一個全面的回答，你還能繼續追問。Gemini in Chrome 還跟 Google Calendar、YouTube、Maps 深度整合。你在看 YouTube 視頻，想跳到某個特定片段，直接問 Gemini 就行，它能立刻帶你跳過去。這種整合度 OpenAI 短期內肯定做不到。在安全方面 ，Google 也下了功夫。Chrome 裡的 Gemini Nano 能檢測詐騙網站、識別假病毒和虛假贈品。它還用 AI 來管理通知權限，每天在 Android 上減少大約30億次煩人的通知請求。對於那些被洩露的密碼 ，Chrome 現在支持一鍵重置，已經在 Coursera、Spotify、Duolingo 這些網站上線了。但 Google 真正的大招不是這個。
12月11日，也就是幾天前 ，Google Labs 推出了一個叫 Disco 的實驗性瀏覽器。注意，這不是 Chrome 的升級版，是個獨立的瀏覽器。Disco 的核心功能叫 GenTabs， 由 Gemini 3驅動。這個 Gemini 3可是 Google 最智能的 AI 模型。GenTabs 到底能幹什麼？它會主動看你打開的所有標籤頁和聊天記錄，理解你在做什麼複雜任務，然後給你生成一個交互式的網頁應用來幫你完成。比如你在研究某個學科 ，GenTabs 可能會建議給你生成一個可視化應用，幫你更好地理解核心概念。你在看一堆食譜，它能幫你生成一個本周的餐食計劃。你在計劃去日本看櫻花，它能給你做一個行程規劃器，裡面有日曆、時間線、地圖，還會告訴你哪些城市人多，給你看歷史花期數據。這些生成的元素都會鏈接回原始來源。Google 這點做得很聰明，不像某些 AI 助手，只給你答案，但不告訴你來源在哪。而且 GenTabs 的標籤上會顯示一個 Gemini 的星星標誌，而不是傳統的網站圖標。你點擊預定附近住宿或者歷史花期趨勢這些按鈕 ，GenTabs 就會更新。技術上來說 ，Disco 同樣是基於 Chromium 構建的，但它跟傳統的 AI 瀏覽器不一樣，不是試圖把網頁藏起來，而是鼓勵你打開更多標籤。它把這些打開的標籤當作基礎，如果你找到了一個不錯的拉麵店，然後打開鏈接 ，GenTabs 會看到這個信息，把它加到你生成的行程裡，這就形成了一個循環。你瀏覽網頁找信息 ，AI 把這些信息組織成可用的工具。Google 說 ，Disco 裡那些最有價值的創意，未來可能會被整合到更大的 Google 產品裡。這句話信息量很大，意思就是說 ，Disco 現在是個試驗場。如果 GenTabs 受歡迎，它可能會直接進入 Chrome。那 Chrome 加上 GenTabs， 再加上已有的 Gemini 整合，這組合拳打下來 ，OpenAI 的 Atlas 壓力就大了。現在對比一下這兩家的策略 ，OpenAI 的 Atlas 走的是 ChatGPT 優先路線，他們的核心賣點是把 ChatGPT 的對話式交互搬到瀏覽器裡，讓 AI 成為你瀏覽網頁時的主動參與者，而不是被動工具。這個定位很精準，對於那些已經習慣了跟 ChatGPT 聊天的人來說 ，Atlas 就是把這種體驗擴展到整個網絡。他們強調的是記憶功能和代理能力，讓 AI 能夠理解你的長期需求。Google 的策略則是漸進式革命，先在 Chrome 裡加入 Gemini， 讓30億現有用戶慢慢適應 AI 輔助瀏覽，然後用 Disco 這個實驗產品來測試更激進的想法。Google 明確說了，他們從小規模測試者開始收集反饋，然後決定什麼東西值得推廣。這是大公司的打法，穩健但不失創新。從技術實現來看，兩家都用了 Chromium 內核，但理念完全不同。OpenAI 的 Atlas 把 AI 當作中心，所有功能都圍繞着 ChatGPT 來設計。Google 的做法是讓 AI 成為增強網頁體驗的工具，特別是 GenTabs。它不是要取代網頁瀏覽，而是要讓瀏覽更高效。代理能力這塊，兩家都下了重注。OpenAI 的 Operator 整合到了 Atlas 的代理模式裡，可以跨網站執行任務。Google 的 Gemini in Chrome 也有類似功能，可以幫你訂外賣、安排日程。但 Google 有個優勢，他們跟自己的生態系統深度整合 ，Calendar、Maps、Youp 這些 Gemini 都能直接調用。OpenAI 要想做到這一點，得跟各個第三方服務談合作，這個難度可不小。還有個有意思的點是數據收集的透明度。OpenAI 在 Atlas 裡強調，用戶可以選擇登錄或不登錄，可以用隱身模式瀏覽，而且瀏覽的內容不會被用來訓練 AI 模型。他們還特別提到 ChatGPT 的家長控制功能會延續到 Atlas， 包括可以關閉瀏覽器記憶和代理模式。這些都是在回應大家對 AI 瀏覽器隱私問題的擔憂。Google 這邊也做了類似的聲明，特別是對企業用戶，他們承諾 Gemini in Chrome 有企業級數據保護，而且管理員可以在後台看到 Gemini in Chrome 的使用報告，可以控制這個功能的開關。對於那些簽了 HIPAA 協議，就是美國的醫療隱私法規的客戶 ，Gemini in Chrome 會被完全屏蔽。這些細節說明 Google 很清楚 ，AI 瀏覽器要進企業市場，合規性是第一位的。現在說說市場反應 ，Atlas 一上線 ，OpenAI 就打出了時間敏感的優惠，7天額外數據限額。
這招夠狠，就是要快速搶佔市場。但問題是 ，Atlas 目前只在 Mac 上有 ，Windows 和移動端還在路上。這對 OpenAI 來說是個硬傷，因為大部分人用的還是 Windows 電腦和 Android 的手機。Google 那邊 Gemini in Chrome 已經在 iPhone 和 iPad 上線了，版本號是143。你只要更新 Chrome， 用英語登錄賬號，不開隱身模式，就能看到地址欄左邊的 Google Lens 圖標變成 Gemini 圖標。這個布局速度比 OpenAI 快多了。而 Disco 雖然現在只是實驗版，但 Google 開放了候補名單，先在 macOS 上測試。再往深一層看，這場瀏覽器大戰其實是個更大戰略的一部分。OpenAI 今年5月花了65億美元收購了 I/O， 一個由蘋果前設計總監 Jony Ive 創立的 AI 設備公司。他們最近還推出了 ChatGPT Pulse， 一個集中式的儀表板，能基於聊天歷史給你主動推送更新。還有 Sora 視頻生成應用，對標的是 Meta 和 TikTok。他們還在 ChatGPT 裡加入了開發者生態，你可以點名召喚 Spotify、Zillow 這些應用，甚至還在搞電商。Etsy 是第一個合作夥伴，後面還會有一堆 Shopify 的店。沃爾瑪也說 ChatGPT 即時結賬即將推出。OpenAI 這是要把 ChatGPT 做成一個操作系統級的平台。Google 這邊呢，有消息說他們在開發 Aluminium OS， 一個基於 Android 的 Chromeos 繼任者，預計明年發布。這個新系統據說是從零開始構建 ，AI 在核心位置。有人猜測 GenTabs 可能就是這個新操作系統界面的一部分。想象一下，未來的 Chromebook 不再是個靜態桌面，而是一個流動的界面。操作系統會根據你的上下文自動生成工具。如果 Disco 是概念驗證，那 Aluminium OS 就是生產版本。這種競爭格局其實挺健康的。別忘了還有個 Perplexity 的 Comet 瀏覽器，7月9日推出時只對200美元一個月的 Max 訂閱用戶開放，10月2日就全球免費了。11月20日又推出了 Android 版，市場競爭這麼激烈，用戶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但這裡面有個核心問題，一直沒人明說，瀏覽器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傳統瀏覽器是個窗口，你通過它看到網頁，去到不同的網站。AI 瀏覽器要重新定義這個概念，它想成為一個過濾器，甚至是個守門人。OpenAI 說得很直白，有些用戶交互會保留在 ChatGPT 裡，而不是跳轉到網站。這對內容創作者來說可不是好消息。如果 AI 直接給出答案，誰還去點原網站的鏈接？ Perplexity 之前就因為這個被指控抄襲媒體內容，後來推出了跟出版商的收入分成模式。10月2日，他們還推出了 Comet Plus， 一個類似 Apple News 的訂閱服務。首批合作夥伴包括 CNN、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財富雜誌這些大媒體。OpenAI 和 Google 現在還沒公開他們的內容合作策略，但這個問題遲早要面對。還有個技術細節值得注意 ，Google 在搞一個2025年 Chrome 內置 AI 挑戰賽，邀請開發者用 Gemini Nano 和一系列內置 AI API 來開發應用。這些 API 包括提示 API、校對 API、總結 API、翻譯 API、寫作 API、重寫 API， 而且都是客戶端運行的，有隱私保護、離線訪問和成本效益的優勢。Google 這是在培養一個生態系統，讓開發者基於 Chrome 的 AI 能力來創新。OpenAI 目前還沒有類似的開發者計劃，這是個戰略差距。從用戶體驗的角度，兩家的設計哲學也很不同。Sam Altman 在直播裡說，標籤頁挺好的，但從那以後我們就沒見過太多創新了。這話挺有意思。他認為瀏覽器的標籤頁模式已經過時了。Atlas 的設計是把 ChatGPT 的側邊欄整合進瀏覽器，你可以隨時對着當前頁面提問。對於習慣了跟 AI 對話的人，這確實很自然。但 Google 的 GenTabs 恰恰相反，它鼓勵你打開更多標籤。它不是要取代標籤頁，而是要讓標籤頁之間產生關聯，生成一個統一的工作空間。這種設計對那些做深度研究需要參考多個來源的人來說，可能更友好。說到底，這場瀏覽器大戰的勝負不在於誰的 AI 更聰明，而在於誰能更好地理解用戶真正想要什麼。OpenAI 的 Atlas 賭的是對話式交互會成為未來的主流，用戶更願意跟 AI 聊天，而不是點擊鏈接。Google 的雙重策略 Chrome 加 Gemini 加 Disco
賭的是用戶需要不同層次的 AI 輔助，從簡單的問答到複雜的任務自動化，再到創造性的工作流生成。從商業模式來看 ，OpenAI 做瀏覽器的最終目的還是數據。有了瀏覽器，他們就能直接看到用戶在網上幹什麼。這些數據可以用來改進 AI 模型，也可以用來精準推送廣告或者其他商業化手段。這對 Google 是個直接威脅，因為 Chrome 正是 Google 廣告帝國的基石。Google 的優勢在於他們已經有了完整的生態系統，搜索、郵件、地圖、日曆、雲盤、視頻這些服務加起來覆蓋了用戶在線生活的方方面面。AI 瀏覽器只是把這些服務串起來的新方式。OpenAI 要想跟這個競爭，要麼跟一堆第三方服務談合作，要麼自己把這些服務都做一遍。前者效率低，後者成本高。但 OpenAI 也有自己的王牌 ChatGPT 那4億周活躍用戶。這些人已經習慣了用 ChatGPT 來解決各種問題，把它們遷移到 Atlas 理論上比讓 Chrome 用戶改變使用習慣要容易。而且 OpenAI 的品牌現在正火，他們的每一個新產品發布都會成為科技新聞的頭條。這種注意力經濟的價值不可小覷。最後說個有意思的巧合 ，Perplexity 的 Comet 最初只對$200月費用戶開放，後來免費了。OpenAI 的 Atlas 直接免費，但代理模式要 Plus 或 Pro 訂閱。Google 的 Disco 還在實驗階段，需要候補名單。3家公司3種不同的市場策略。Perplexity 是先圈一波鐵桿粉，然後快速擴張。OpenAI 是用免費吸引用戶，用高級功能轉化付費。Google 是穩紮穩打，先測試再推廣。誰的策略更好，現在還說不準，得看幾個月後的數據。這場瀏覽器大戰才剛剛開始。AI 技術的發展速度這麼快，可能過幾個月，我們今天討論的這些功能就已經過時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瀏覽網絡的方式正在被徹底改變。10年後回頭看，2025年可能會被認為是 AI 瀏覽器元年。好了 ，OpenAI 的 Atlas 和 Google 的 Chrome 加 Disco 2種不同的 AI 瀏覽器哲學，你更看好哪一個？或者說，你覺得我們真的需要 AI 瀏覽器嗎？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持續關注。